欢迎来到声乐书馆，每天一本书，让我们一起成长。祝您本期听书愉快，收获满满。今天我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理性》。这本书的作者是史蒂芬·平克，他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也是一位世界知名的跨界学者，研究的领域涉及心理学、认知科学还有语言学。史蒂芬·平克还是一位科普作家，擅长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把他的研究成果和思考写给读者。之前在得到听书，我们为你解读过他的著作《语言本能》、《思想本质》、《心智探奇》、《白板》、《人性中的善良天使》、《风格感觉》，还有《当下的启蒙》。可以说史蒂芬·平克出一本书，我们就为你解读一本。不过看着这张书单，你可能会觉得史蒂芬·平克研究的领域太跳跃了吧？其实不要看他的领域涉及多个学科，背后我们是能发现一条主线的。如果我们把人的心智看作是一台计算机，那么心理发展、语言学习还有大脑的认知过程，本质上都是信息输入、加工再输出的计算系统。史蒂芬·平克就一直在关注这套计算系统，并且试图发现更加优秀的思考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来写这本《理性》也很合适。不仅如此，史蒂芬·平克写这本书还有另一个理由。在《当下的启蒙》这本书里，史蒂芬·平克总结，人类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进步，得益于启蒙运动带来的4个思想：理性、科学、人文主义，还有对进步的追求。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这本书里边，史蒂芬·平克又总结，人有4种与生俱来的美好品质，分别是同理心、自制力、道德感，还有理性。你发现没有，2次总结中都有理性这个词。换句话说，史蒂芬·平克相信，理性既能帮助我们的知识持续增长，也能让我们的心灵保持善良。接下来我会分成2个部分来为你解读这本书，我们跟着史蒂芬·平克从先天和后天2个角度来分析理性。在第一部分，我们来讨论一下人类在先天拥有理性吗？第二部分我们再来聊聊后天可以通过哪些努力提升自己的理性。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人类先天拥有理性吗？人类对自己理性的认识可以说经过了一个从自大到自卑的过程。早先的人类当然认为自己充满理性，我们是万物之灵啊，那得多聪明。可是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渐渐开始反思，原来我们这个物种并不如自己想象当中那样。比如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罗素就曾经说过，人是理性的动物，至少我们是这样被告知的。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我一直在努力寻找这一说法的证据，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幸运到能碰到它。罗素是英国人，说话带着那种英式的冷幽默，他的话翻译过来就是他并不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这种观念渐渐成了主流，很多人还试图结合进化论来论证这一点。你看，我们的祖先当年是茹毛饮血，和老虎狮子一样天天追着猎物跑，老虎狮子肯定是没有太多理性的，所以人类在先天也没有什么理性。史蒂芬·平克在这本书里边就驳斥了这种说法。证据来源于一个非洲部落，这个部落里边的人叫做桑人。桑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生活在非洲南部的沙漠地区，在20世纪还保留着几千年前的狩猎习惯。所以科学家们可以通过研究桑人的生活方式去推断当初我们人类的祖先是怎么生活的。有一位科学家叫路易斯·利本伯格，跟桑人一起工作了几十年，他的研究告诉我们，以打猎为生的桑人其实已经发展出了丰富的理性。在我们的想象中，人类的祖先狩猎应该是这样一幅景象，一群人拿着木棒长矛，看到那边有个野兽，有个领头的大吼一声，大家就冲上去跟野兽搏斗。总之，狩猎应该靠的是胆量还有力量。但是实际上，桑人在狩猎的时候更依赖的是经验和思考，不去靠蛮力进行搏斗。他们会一直跟踪和追赶野兽，直到把猎物累倒了再去下手。在跟踪猎物时，桑人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那就是识别脚印。比如同样是羚羊的脚印，要是脚印比较小而且深，那可能是跳羚，它们灵活敏捷，需要良好的抓地力。如果脚印更大，那就可能是牛角林羚，这种羚羊体型更大，需要大脚掌来支撑自己的体重。那如果现在是雨季，那么接下来就应该去抓跳羚，因为潮湿的沙子会磨损它们的蹄子，让它们速度变慢。
那如果现在是旱季，就应该去抓更大型的牛角林羚，因为松软的沙地会让它们跑得更累，更容易疲劳。有经验的猎人通过脚印的形状和间隔就能区分出几十种猎物，再结合粪便唾液的新鲜程度，他们还能推断出猎物是雄是雌，刚刚过去了多久，再根据这些信息，他们确定接下来要不要继续追赶。你看，桑人捕猎时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完全不亚于侦探小说中的福尔摩斯。不仅如此，桑人的捕猎小队中还演化出了一种平等讨论的氛围，猎人们不会盲从权威，哪怕是一个年轻猎人，也可以对别人提出的猜测进行质疑，提出自己的想法，直到所有人达成共识，大家才会继续行动。你看，即使是用最传统方式狩猎的人类，其实也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只凭胆子和力气就能谋生，他们已经拥有了相当程度的逻辑能力、推理能力，还有批判性思维，可以根据零散的数据推断出关于未来的结论，这就已经是理性的体现了。史蒂芬·平克想要借助桑人的故事提醒我们，理性并不是电影里边超人的超能力，有的人与生俱来，有的人天生就没有。理性是一套认知工具，帮助人们在特定的世界里边实现特定的目标。那按照这个标准，人类在狩猎的时代就已经进化出了相当的理性。不过，人类先天的这些理性放到当下好像有点不够用了。咱们做个小游戏互动一下，我出2道题，你说是脑筋急转弯也好，是数学智力题也好，这个题请你在3秒之内凭直觉来回答。我们先看第一题，一个打印店有8台打印机，可以用8分钟时间打印8套宣传册。那现在如果这个打印店有24台打印机，想要打印24套宣传册，要花多少时间呢？不要计算啊，直接3秒钟的时间用直觉回答。这道题特别容易脱口而出的答案是24分钟，但是正确答案不是。我们稍微用逻辑去推演一下。你看，8台打印机需要8分钟打印8套宣传册，那么1台打印机打印1套宣传册也是需要8分钟，那么24台打印机打印24套宣传册还是需要8分钟。如果你答对了这道题，也不要骄傲，下面还有一道题。田野上有一片杂草，这片杂草长得很快，每一天面积都会增加1倍。如果这片杂草需要30天覆盖整片草原，那么请问这一片杂草覆盖半个草原需要多长时间？也是不要计算啊，根据直觉马上回答。直觉上的答案呢，应该是15天，你可能会脑子里边再转个弯，发现正确的答案是29天。其实我们如果反向思考一下会更清楚，面积每天增加1倍，那前一天就是后一天的1半，第30天覆盖整个草原，那么第29天就覆盖了半个草原。如果这2道题你都答对了，那么恭喜你，你已经超过了1半的麻省理工的高材生，还有华尔街的基金经理，这是心理学家们专门做过调研的。这2道题展现出了我们大脑理性在现代社会遭遇的一些短板。前一道题之所以容易答错，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大脑容易收到多余信息的干扰，认为这些信息会和答案有关。后一道题之所以容易答错，是因为我们一直习惯按照线性增长来思考问题，单凭直觉很难理解指数的发展。问题在于现代社会既充斥着大量多余的信息，也有很多变化并不按照我们习惯的线性去增长。所以我们在面对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时，大脑难免做出不理性的判断。我们打个比方，如果把我们的大脑比喻成一台电脑，那自带的操作系统其实底子还不错，很多默认的功能挺好使的，不过版本还是有些旧了，运行一些新的软件就会感觉有些吃力。所以想要更好的使用这台电脑，我们还得给这个操作系统做一些升级。那要进行哪些升级呢？这就是我们要在第2部分讨论的问题了。在这本书里边，史蒂芬·平克告诉我们，我们学习历史能够明智，学习科学能变得深刻，学习诗歌能让人变得灵秀。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能学习和掌握更多的智力工具，就能提升自己的理性，帮助我们评估可疑的主张，弄清令人困惑的悖论，避免有风险的选择，还能减少更多的担忧。那么都有哪些智力工具能够提升我们的理性呢？
史蒂芬平克在这本书里边做了一个细致的梳理，这些工具包括逻辑学、批判性思维、随机性原理、博弈论、概率论等等。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等会儿你这也太多了吧。你要知道，《理性》这本书脱胎于史蒂芬平克给哈佛大学的学生开的一门课，所以写得非常系统。问题是咱们时间有限，没有办法把手头的事情都放下，拿出半年、1年的时间来学习这些。那可不可以换一种方式，排一个优先级出来，找出那些对于理性提升见效更快的知识呢？我把这本书当中的内容重新做了一个梳理，找到那些史蒂芬平克在书中用最多笔墨来向我们介绍的知识，尝试给你总结一个理性提升速成指南。我发现史蒂芬平克向我们强调最多的是要做好2个升级。在思考时，从借助信念思考升级成借助证据思考，从根据相关思考升级成根据因果思考。咱们先来说说信念思考和升级成证据思考。那什么是信念，什么又是证据呢？咱们同样用一个测试题来感受一下。你最好找一支笔，找一张纸，接下来我会给你念4个新闻标题，请你按照直觉分析一下这些新闻真的发生的可能性，是 1%、5%、10%、25%，还是大于 50%。 第一条新闻，沙特阿拉伯研制出核武器。第二条新闻，委内瑞拉总统辞职。第三条新闻，委内瑞拉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罢工，迫使总统辞职。第4条新闻，伊朗研究出了核武器，作为回应，沙特阿拉伯也研制出了自己的核武器。现在请你对比一下你给这4条新闻预测的可能性。史蒂芬平克请了数百名测试者来回答这些问题，他发现比起沙特阿拉伯研制出核武器，人们更愿意相信的是伊朗研制出核武器，作为回应，沙特阿拉伯也研制出自己的核武器。比起委内瑞拉总统辞职，人们更愿意相信的是委内瑞拉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罢工，迫使总统辞职。如果你也是这样，那么你也陷入了一种思维的陷阱。如果我们用理性分析一下，就会发现罢工迫使委内瑞拉总统辞职可能性一定是小于委内瑞拉总统辞职的，总统也有可能因为身体原因辞职啊。但是如果我们单凭直觉，反而是越是细分的事件，我们越觉得可能性越高，因为我们的大脑比起抽象来更喜欢具象，一件事情描述的越具体，我们更愿意相信是真的。所以你看，这就是信念和证据之间出现了矛盾，这种矛盾就容易让我们的判断偏离理性。那怎么办呢？史蒂芬平克建议你要掌握概率的思维，遇到事情的时候真的去计算一下概率，去验证自己的直觉，然后你能判断你到底是依据信念还是证据在思考。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的于建峰教授分享过一段自己类似的亲身经历，他的故事可能会让你更有感触。有一年，于教授突然感觉到头疼，他去医院检查，做了个大脑扫描，检查出来的结果可能是多发性硬化。简单来说，这是一种脑损伤，继续发展下去能引发瘫痪，属于非常严重的病。于教授去查了一下资料，多发性硬化在中国人当中得病率是多少呢？根据统计，大概是 0.1%， 也就是1万人里边有10个多发性硬化。医院这个检测的准确率是多少呢？ 90%， 现在的科技还做不到100%。那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的有多发性硬化，他去医院检查 90% 的概率能查出来， 10% 的概率查不出来。另一个人没有多发性硬化，他去检查，有 10% 的概率会误诊， 90% 的概率他会没有问题。现在问题来了，你觉得于教授真的得病的概率是多少呢？是 90%？ 是 50%？ 20%？ 还是 1% 呢？我相信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 90%， 因为这个检测结果 90% 是正确的。于教授说他个人当时也觉得是 90%， 他当时很年轻，感觉这真的是天妒英才，晴天霹雳。但是后来于教授说，如果当时拿支笔认真的算一算，会发现这个答案根本不是 90%， 实际上是多少呢？应该是 1%。 那怎么可能是 1% 呢？咱们接下来就来算一算。你放心，这个不需要高深的烧脑的数学知识，用加减乘除就能算明白。
只需要你在接下来的2分钟稍稍多拿出一点注意力，跟着我数数就行。前面咱们说了，这个病中国人的得病率是 0.1%， 换句话说，平均1万个人当中有10个人得病，9990个没有得病。当然啊，咱们这是开了上帝视角，实际上医生并不能确定，所以要去检查。那如果是这1万个人都去检查，结果是什么呢？90%的准确率，10%的误诊率，所以那10个得病的人去检查，会有9个查出多发性硬化，有1个人查不出来。那9990个没有病的人去检查，10%的误诊率，所以会有999个人被误报检查出多发性硬化。所以1万个人去检查，会有9加上999，也就是1008个人的检查报告上会显示可能有多发性硬化。那么现在一个人拿到了检测报告，报告上显示他可能得了多发性硬化，实际上他得病的概率是多少呢？那就是那9个真的得病的人除以1008个被检查出得病的人，答案是112%，连1%都不到。于教授说，这要是一道数学题，他1-2分钟就能算出来，因为他教金融，专门有一门课就是概率统计，这是基础知识。但是在生活中，他也是被一开始的直觉给吓坏了。类似的问题在哈佛医学院也被问到过，问的是乳腺癌的检测。你要知道，哈佛医学院的医生和博士生那都是受过严格的统计训练，结果他们答对的概率还不到 25%。所以你看，概率思维能让你的思维更加理性，从依据信念思考升级到依据证据思考，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升级。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升级，从根据相关性思考升级成根据因果思考。前面我们提到过非洲南部的桑人，科学家们研究发现，更聪明的桑人就已经能把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给区分开来。那位跟桑人一起工作了几十年的科学家利本伯格回忆，有一位桑人跟他说，云雀唱歌时会把土壤弄干，这个时候树根是可以挖出来吃的，非常美味。后来又有2个人跟利本伯格说，前面那个人说错了，不是鸟把土壤弄干了，而是太阳把土壤弄干了。这只鸟只是在告诉他们，未来几个月土壤会干透，这是1年中树根最好吃的时候。从桑人这里我们就能推断，其实早期的人类就已经有了区分相关性和因果关系的能力，但是当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在更多的信息中就显得有些迷失了。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就吐槽过，统计学入门教材教给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相关关系，不是因果关系，这也是最先被遗忘的事情之一。举个例子，大多数人都会认为父母个子高的话，生的孩子个子一定会很高。实际上，父母的身高和子女的身高就只是相关，并不构成因果。在100多年前，英国有一位学者叫高尔顿，他就统计了儿童身高和父母身高的关系。他发现，当父母的平均身高比普通人高时，他们的孩子往往会比父母矮一些；当父母的平均身高比普通人矮时，他们的孩子往往就要比他们更高一些。这在统计学上叫做回归均值，特别高的人和特别矮的人都会出现的比较少，还是靠近平均值的人更多。如果不理解回归均值，那么我们就会进行很多的错误归因。比如很多人都会认为批评是非常管用的，学生考试没有考好，老师一批评，他成绩就上来了；员工工作没有做好，老板一批评，他态度就端正了。其实未必是批评在起作用，只不过是学生的成绩、员工的表现回归了均值而已。那么我们怎么能区分什么才是真正的因果关系，不去犯这种归因错误呢？书中分享了一个好的方法，叫做抓住中介因素。什么叫中介因素呢？简单来说，就是原因1导致了原因2，原因2导致了最终结果，那么这个原因2就是中介因素。这么说还是有点抽象啊，咱们用一个例子来感受一下。在大航海时代，船员们非常容易患上坏血病，严重的甚至会死亡。到了18世纪，苏格兰海军发现服用柠檬能够预防坏血病，这样就能猜测出一个因果模型，柠檬是原因，预防坏血病是结果。后来船员们为了防止柠檬变质，会把柠檬榨成汁，再煮熟了带上船，这下可好，坏血病又大规模爆发了。
你看，之前猜测的那个因果模型就被颠覆了。柠檬和预防坏血病只能说是相关，并不是直接的因果。直到20世纪，人们这才明白，真正对坏血病有预防作用的是维生素 C。把柠檬汁煮熟了，维生素 C 也就被破坏掉了，失去了作用。在这个故事里，原因一是吃柠檬，结果是预防坏血病，而维生素 C 就是中介因素。这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工具，不要发现一个原因一个结果就着急去分析因果关系。如果你能找到中介因素，建立的因果模型就会更加可靠。反过来，假如你的因果模型不能被反复验证，你就要去考虑是不是忽略了某个中介因素。咱们来做个总结，在思考时，从借助信念思考升级成借助证据思考，从根据相关思考升级成根据因果思考，这是2种快速提升理性的方法。当然，前面咱们提到过，这是我从这本书当中总结出来的速成指南。如果你不是特别忙，那么我强烈建议你拿出时间来把这本书翻一遍。那些你熟悉的结论可以略过，如果某个结论对你来说是陌生的，或者和你的直觉是相反的，那么我建议你多花一点时间进行阅读。通过这样的方法，你可以查漏补缺，发现更多适合你的思维工具，也可以修正你原本有的一些思维谬误。这个过程会让你的理性有进一步的提升。到这里，这本史蒂芬·平克的著作《理性》我就为你解读完了。这本讲理性的书，大部分章节写的也非常理性，但是有一部分的内容史蒂芬·平克写得非常动人，所以在最后我想把这一部分分享给你。史蒂芬·平克回忆了这样一段往事，他有一次去一所大学演讲，主题是脑科学。他正在台上解释说，科学家们普遍认为精神生活是由大脑的活动方式建构而成的。观众席上一位女生举手提问说，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位学生的语气很真诚平和，不是在阴阳怪气，也不是抑郁难过，他是真心想要了解，当科学的发展将灵魂不朽的宗教信仰破除之后，自己该如何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呢？说得更浅白一些，这位女生想问的是，当人类不再信仰神之后，我们应该信仰什么呢？史蒂芬·平克的回答是信仰理性。当一个人坚持理性思考，他就可以发展自己的潜能，通过学习和讨论来完善自己的推理能力。他可以通过科学来解释世界，可以通过艺术和人文学科来洞察人类的状况，再加上他与生俱来的同理心，使得他能够尊重别人、爱别人、帮助别人。史蒂芬·平克说，理性的作用是让我们得以超脱有限的视角，来寻求自我改善的途径。这是我见过最好的关于理性的定义，我把这段故事和这个定义分享给你，希望它也能帮助你在未来的人生中借助理性，让自己和周围的世界都能变得更加美好。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